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在这里，我们将为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。也许有些故事会让您热泪盈眶，有些则会让您感叹人生百态。我是杨大爷，今年75岁。10年前，老伴去世了，那之后，我一个人孤独地在农村养老，日子过得有些寂寞。儿子在几百公里外的城市安了家，工作生活都不错，可这距离让我们之间的联系变得疏远。虽然儿子每隔一段时间打个电话问候一下，但见面的机会寥寥无几。现在的生活，我每天早上起来种点菜，喂鸡，打发时间。有时候，我也会去村子里的广场上晃晃，和邻居们闲聊几句。后来实在无聊，我打算和几个老伙计去打点零工，凑凑热闹。没成想，半路一不留神就跌了个大跟头，疼得我直咧咧的。好在老伙计们及时把我扶起来，帮我打电话给儿子。儿子听到消息，赶紧赶到医院，一进门就没好气地埋怨起我来：“你在老家好好的，打什么工啊？这下害得我得请几天假，跑来照顾你。”听他说的，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，毕竟让儿子操心了。出了医院，儿子直接把我送回老家，连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。我还嘴里念念有词地说，要不要有人照顾我几天？可他好像当没听见，一声不吭地把我放下就走了。儿子心里是不是真的没我这个爹了？我一个人待在家里，房间里静悄悄的，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。伤着腰，动不了多少，就这么寂寞地过着。我看着窗外的风景，心里有点凄凉，多希望有人能陪我聊聊天，说说笑话。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我觉得头晕晕的，腰也直不起来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我急忙给儿子打了个电话，他听到我这病情，急得马上赶过来，一路飙车把我送到医院。可是医生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，只是说让我好好休息。我儿子就不依不饶地埋怨我：“你怎么老觉得自己身体有毛病？实在不行，你就去养老院吧，那里有人能照顾你。”他的话让我有点生气，我咬牙说：“不去，养老院那地方不把老人当人看，我宁愿自己照顾自己。”儿子见我态度坚决，也没办法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那你要不来和我住吧，我这边有个空房间，离医院也近。”我抓住儿子那句话，毅然决然地说：“那我就去你家养老。”儿子愣了一下，他似乎没有想到我会这么直接回应。他犹豫了片刻，最后只能含糊地说：“我过2天来接你吧。”可是我在老家左等右等，儿子一个电话也没有。我心里有些着急，只能打他的电话，催他赶紧来接我。儿子总是找各种理由，说自己在外地出差，回不去。我一边听他的借口，一边心里不免有些失望和无奈。几天过去了，我看着收拾好的行李，心中犹豫不决。最后，我决定自己动身去儿子家。我选择了一个周日，抵达车站时，我立刻给儿子打电话，到了。儿子的回答让我有些吃惊：“你怎么自己来了？”他显然没有料到我会亲自前来。他无奈地接我，开车把我带回家。抵达儿子的家后，我心里期待着怎么也得有几个硬菜给我接风吧，但事与愿违。我发现饭桌和厨房都是空空荡荡的，儿媳带着些许疲惫的表情告诉我，她昨晚照顾孙子有些累，还没来得及准备饭菜。于是我只能等着，
肚子开始不停地咕咕叫，直到2点钟才勉强吃上饭。儿媳只炒了3个菜，其中1个是青椒肉丝，另外2个是西红柿炒蛋和香菇油菜。这顿饭我吃得很憋屈。饭后，我提议下去散散步，希望儿子和儿媳能陪我一起走走。可是他们俩却没有理会我，仿佛听不见一样。孙子刚想带我下去，却被儿媳打断：“你的作业做完了吗？”这让我感到无奈，只能一个人闷闷不乐地下楼。小区里弯弯绕绕的，我绕了1个多小时才终于走出来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儿子儿媳睡在主卧，孙子睡在次卧，还有一间小次卧里乱七八糟地堆满了杂物。儿媳说太忙了，忘了收拾。我只好说没关系，我可以睡沙发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每当我在家的时候，儿媳总是唉声叹气的，仿佛对我的存在感到压力。儿子下班后吃完饭就躲进自己的房间，好像刻意避开和我交流。家里的饭桌气氛也变得怪怪的，大家各有心事，又表面上和和气气。晚上天还没亮，我实在忍受不了了，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他们眼中的累赘，我决定收拾东西回老家。儿子知道后毫无表示，没有一丝挽留的意思。儿媳装模作样递给我1000块钱，嘴上说着以后再来住。回到老家后，我的心真是凉透了。我不知道以后的养老生活该怎么办了。现在的我感到前路茫茫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。几天后，我依然在老家的小屋里过着平静而孤独的生活。尽管身体逐渐恢复，但内心却难以平复。我反复思考着儿子家中的种种情况，心头的疑惑和失望愈发浓重。坐在小屋前的摇椅上，我看着夕阳渐渐西沉，思绪万千。或许是时候来个大刀阔斧的决定了。我决定去找村里的几位老朋友，分享我的心事，听听他们的建议。第2天，我来到村子里，来到了老友们经常聚集的场所。坐在凉亭里，我和几位老伙计一起喝茶，悠闲地闲谈着。这时，我倾诉了我在儿子家的遭遇，诉说了我内心的困惑。老友们听完我的故事，纷纷表达了他们的看法。有人劝我要理解儿子的压力，也有人建议我多和儿子沟通，了解他的真实想法。还有人建议我寻找一些兴趣爱好，多参加社区活动，扩展社交圈子，以减轻孤独感。在老友们的陪伴和鼓励下，我感到心情逐渐明朗起来。我决定先回家，与儿子好好谈一次，倾听他的心声，也向他坦诚表达我自己的感受。回到小屋，我给儿子打来了电话，诚恳地邀请他来老家，希望我们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。儿子犹豫了片刻，最终同意了我的邀请。几天后，儿子来到了老家，我们在小屋前的花园里坐下。我用平和的语气告诉了他我在他家的种种感受，也听他阐述了他的想法和顾虑。儿子坦诚地说，他的工作确实忙碌，他也有自己的生活和压力。他没有想到我会如此不开心，同时也意识到他在照顾我的问题上做得不够好。他道歉说，他会努力改变，更多地关心我，让我在他家感受到温暖和欢乐。我也向儿子坦白了我自己的想法，我希望能够保留一些自己的尊严和自主权，不要成为他家的负担，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多关心我，尊重我。我们在那个傍晚聊了很久，情感上得到了释放和沟通。儿子答应会更加关心我，
而我也愿意更加理解他的处境。我们约定，每个月都会有固定的时间，我会去儿子家，度过几天和他们在一起，享受亲情。渐渐的，我在儿子家的感觉变得舒适和愉快，儿媳也开始尽力照顾我，孙子也逐渐和我建立起了更亲近的联系。我也找到了一些兴趣爱好，参加了社区的活动，结识了新朋友，让我的生活更加充实多彩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在儿子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也在老友们的陪伴下度过了幸福的晚年。我学会了适应变化，理解儿子的难处，也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独立。每当我坐在摇椅上，看着夕阳落下，我都会感慨万千，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温暖的角落。这个故事深刻地提醒我们，亲情虽然珍贵，但在日常生活中常被琐事与压力掩盖。距离并非唯一障碍，理解与关心更为重要。当双方都能坦诚倾听，情感才能传达。老人渴望关爱，却也需保留独立尊严。同时，友情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。朋友在困境中的支持让人倍感温暖。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应从中汲取教训，用心倾听，用情细腻，为亲情和友情搭建沟通的桥梁，创造温馨和谐的人际关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